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，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。1月14日，张新成在录制综艺《我们的客栈》中意外受伤，受伤原因疑为和张杰掰手腕。随后张新成被送往医院救治，网友也晒出偶遇的照片。网友在桐庐中医院遇到了张新成和张杰，虽然画面有点模糊，但还是可以清晰辨别出两人。张新成穿着黑色羽绒服，左手挽着白纱布，还在脖子上挂了红色的布绑着，确实是刚骨折的模样。在他一旁的张杰用手攀住张新成的背，似乎在安慰张新成，两人对视着，似乎在交谈。之后张新成工作室也和粉丝报平安，但他并未详细说明受伤的原因，只称在节目录制期间意外手臂受伤，一笔带过。张新成虽然平安，但网友却疑云重重。我们的客栈作为一档生活类的综艺，为何会让嘉宾用左手掰手腕，并且导致骨折？事后节目组更是轻飘飘地用一则声明带过，却让张杰被骂惨。张杰和张新成的双方粉丝也开始互撕。张新成粉丝吐槽张杰没有分寸感，掰手腕居然能把对手弄骨折，实在是好胜心太强。但张杰粉丝却表示，张新成才是胜负欲很强的一位，所以在和张杰掰手腕时必定用力太大才骨折的。张杰和张新成因此双双冲上热搜，为网友吐槽。不过更多的网友在斥责节目组的安排有问题，且保护措施不到位。除了张新成骨折，吴彤执导的综艺问题频出，窒息、过敏、猝死。张杰在录制综艺《王牌对王牌》时，也一度因为窒息而晕倒。据悉，当时节目组为了追求节目效果，设置了一个危险的游戏，让嘉宾窝在箱子中。张杰也因为缺氧而晕倒，右脸生生地被砸在椅子上，导致面部淤青。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：幸亏没让贾玲继续比赛。备受感动的贾玲双手握住张杰的脸，满是愧疚。事后张杰粉丝发文还原事情经过，称大张伟在怒斥导播时，导播却一笑置之，并要求不要外传，让其他嘉宾和粉丝都十分的愤怒。而张杰当时参与录制的《王牌对王牌》与这次的《我们的客栈》的导演均是吴彤，同样的情况还有沈腾过敏。众所周知，沈腾也是《王牌对王牌》的常驻嘉宾，在某次综艺中，他也因为节目组的问题过敏。网友称，沈腾在《王牌对王牌》的某些游戏环节中，也因为节目组的设置不当而导致过敏。虽然事情没有闹得很大，沈腾也并未声张，但是细心的观众还是见证了这一幕。本以为只是一次的疏忽，但联想到张杰窒息、张新成掰手腕受伤事件，让人不得不审视下节目组的专业。说到综艺录制最大的意外，莫过于高以翔的离世。2019年11月27日凌晨，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《追我吧》时晕倒。现场网友报其心跳曾停止3分钟，经过10多分钟的心肺复苏抢救后，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，但最终抢救无效死亡，享年35岁。据悉，《追我吧》是一档运动型节目，在跑步项目中已经跑了一段路程的高以翔，忽然喊了一句我不行了，之后就倒地。这次的意外几乎是综艺史上最大的意外之一，高以翔之死也成为无数粉丝的意难平。本以为高以翔猝死能让节目组引以为戒，但之后又陆续出现了这么多事故，实在令人唏嘘。而这些节目的导演同样是吴彤，一位在综艺界赫赫有名的人物。节目组为了收视制造噱头无可厚非，但一定要把握好度，将艺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。说到这儿，圈妹不禁想起杜华曾经在采访中爆料，每天会接收到上百万条的私信谩骂，言语极其不堪。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后，这个现象更加猛烈，不仅是私信骂，更是多次把她骂上热搜。这些私信大部分来自她旗下艺人们的粉丝，一部分是来自节目的观众，前者不满她对偶像的安排，后者不满她在节目中的表现。以前觉得夸张，但自从吴彤也自曝每天社交账号上接收10万多条的私信谩骂后，才意识到粉丝情绪输出的能力。作为男人，面对10万条私信谩骂，吴彤都不敢点开看，可见杜华内心有多强大。
但杜华被骂可以理解，毕竟旗下艺人多，粉丝群体都较为年轻，缺乏一定的判断力与理性。那作为地方台领导的吴彤为什么会被骂呢？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缺乏真诚。1. 套娃4件套，屡试不爽。吴彤凭一己之力扛起浙江卫视的综艺收视，也凭一己之力让综艺评分一步不如一步，骂声多了，不买账的观众多了，吴彤的套路也越发明显了。不难发现，吴彤的综艺都有着套娃4件套，套套不一样，套套都能套用在不同节目中。第一杯，贩卖情怀。王牌对王牌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搞重逢，还将各种爆款剧的主角配角聚在一起制造惊喜，给观众制造童年回忆杀。从还珠格格到情深深雨蒙蒙，从武林外传到上错花轿嫁对郎，从欢天喜地七仙女到超级女声。起初这种怀旧风确实很有新意，收获不少好评。或许是尝到了甜头，吴彤开始热衷于这种模式的输出，一部接着一部的经典老剧搬来，再邀请其中的演员们聚在一起寒暄，或还原剧中的经典桥段。1次2次是新意，可10次8次就有些消费过度了。不仅嘉宾感到尴尬，观众也看着脚趾抠地，因为嘉宾与嘉宾之间有着都是几十年没有联系，有的嘉宾与嘉宾之间交情并不深，但在镜头面前又得演得亲密，看着尴尬无比。回忆杀变成了回忆傻。第2套，硬煽情。cos 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就是请回主演加忆当年加说现在等于煽情。金枝玉孽请来佘诗曼、邓萃雯、张可颐，他们3人扮上剧中的扮相，站在台上忆当年。节目组像是逮到了机会似的不停消费，本是年轻学员们的舞台，硬是成了导师们的舞台。一期节目全在讲述金枝玉孽台前幕后，包括《鹿鼎记》，2位学员本是主角，结果演着演着又开始了回忆杀，一套流程下来，仿佛回到了王牌对王牌。关于重逢加煽情的桥段，吴彤是最拿手的，除了王牌对王牌与无限超越班外，他也在萌探探探案中来了这一套，将潜伏中的配角请到节目中，再来一波煽情。还在青春环游记中设置煽情问题，引导马天宇讲述悲惨童年故事。问题千万，却偏偏喜欢煽情，屡试不爽的背后是因为他更会制造话题。第3套，制造话题。金枝玉孽的主演重聚后，很快就有了金枝玉孽剧组18年前 vs 18年后的热搜词条。孙红雷认出潜伏中的配角，很快就有孙红雷认出合作过潜伏群演的热搜词条。马天宇讲述妈妈去世的故事后，被马天宇笑着讲故事的样子整破防了，以及马天宇在青春环游记分享儿时经历词条冲上热搜。在车保罗讲述转行经历中，很快就有了车保罗曾郁闷自己当不了主角，以及车保罗谈转行经历的热搜词条。速度之快，精准输出，看似话题是节目播出后的产物，但每回头再看，都像是事先预好买好的热搜词。有了话题就少不了关注，所以吴彤的节目总是给人一种很火的感觉。但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制造机会让嘉宾重逢，引导嘉宾煽情流泪，进而制造话题，多了也就厌了。但吴彤还留有一手，胡乱剪辑。在无限超越班中，为了制造内娱明星看不上车保罗的话题，将所有成员站车保罗的视频剪掉，让观众误认为艺人们不识好歹，以及车保罗很可怜。事实证明，吴彤的目的达到了，车保罗被观众心疼，拒绝车保罗的范世琦被吐槽。可真实情况真的如观众所看到那样吗？显然不是。郭晓婷直播透露，她当时选择了《鹿鼎记》，想反串演韦小宝，却被拒绝了。可是在节目播出中根本没有这个镜头，那么现场还有多少人站了车保罗？为什么不如实体现出来？吴彤的心思显而易见。第4套，蹭热度。带着自己那一套收视秘诀的吴彤将节目做火了，可也败光了好感，尤其是蹭热度的方式，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《
鹿鼎记大团聚就邀请陈小春录视频，使徒行者大团聚就邀请林峰录视频。关键是这2个人并没有到现场，可节目封面却把他们放在了 C 位，制造他们到现场录节目的假象。说好听点这叫回忆杀，说难听点就是蹭流量骗点击率。包括在王牌对王牌中，明知马天宇悲惨的身世，但仍旧设置了请家长环节。2. 抄袭，狠起来连自己都抄。吴彤有个外号叫罗英熙，中国分析。罗英熙是韩国国宝级编导，综艺2天1夜花样系列节目、33餐、新西游记等大热真人秀都是出自他手，可以说他的节目开启了真人秀的全盛时代，当然也开启了内娱狂抄热潮。所以吴彤被讽刺为吴超超，其实被指抄外国的节目已经屡见不鲜，因为内娱的综艺都在抄，但吴彤做的最奇葩的事是抄自己。在王牌对王牌中玩过的游戏能搬到青春环游记，在青春环游记中玩过的游戏能搬到萌探探探案中，在我就是演员和王牌对王牌中节目套路能搬到无限超越班中。就连他节目请的嘉宾也都是那几个人，王牌家族加杨迪加沙溢，同样的游戏，同样的嘉宾，纯浪费观众的流量与时间。3. 把观众当傻子，每天收到10万条辱骂私信，节目口碑越来越差。吴彤能走到这个地步，就是把观众当成了傻子。就拿新播的《我们的客栈》来说，听名字并不陌生，因为湖南卫视曾做过一档《亲爱的客栈》，就是一群明星亲力亲为经营一家客栈。湖南卫视做得很好，带火了泸沽湖、阿尔山白狼镇、婺源以及宁夏中卫黄河宿集。观众能感受到节目组的诚意，也能感受到明星对客栈投入的精力。虽然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的槽点，但至少能让观众感受到经营2字。可到了我们的客栈就变味儿了，看不到明星艺人是来经营客栈的，反而是来围炉夜谈的，一道拿手菜都没有，全都在浪费食物。从上热搜的次数看，吴彤的目的达到了。吴彤说请唐嫣来参加我们的客栈是请对了，但作为观众只想说唐嫣上这档节目上错了，没有开客栈的诚意，反而逮着明星使劲薅羊毛，失去了节目的初心。被质疑抄袭，被吐槽制作水平低。吴彤的节目之所以还这么火，是因为太懂得观众的需求，也就是流量密码。从嘉宾的邀请、话题的制造、录制过程中的剧本、后期的剪辑以及宣传时的热搜，每一次都精准地踩在了众人的八卦点上，自然就会有点击的欲望。但火不代表好，套路多了，剪辑失真了，吐槽声也就来了。4. 吴彤永远成不了严敏。在圈内，吴彤并非第一个出镜被观众熟知的综艺导演，严敏也是其中一个。但在对待综艺的态度上，以及对节目制作与情怀上，吴彤永远成不了严敏。同样是做综艺，吴彤的综艺内核只有一个，而严敏的却是颗颗饱满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永远不会重复自己，不去走好走的路，更不让商业化模式来侵蚀，因为这是做电视人的良心所在。所以他的综艺各有各的定位，能让观众看到诚意。相比之下，吴彤将重点放在了话题制造上，进而对节目进行炒作，这就是两人的本质区别。从两位导演的风评中看，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。吴彤还是收手吧，不要再浪费嘉宾阵容以及观众的信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